等他醒来，我就提离婚吧。老婆是不是在摸我？我还是装睡吧，让他多摸一会儿。谁在说话？老婆怎么不摸了？难道发现我装睡了？我这是突然能听到他的心声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或许刚才只是我的幻听。周于渊和我一向相敬如宾，3年前的新婚宴，他甚至抛下我去了书房，怎么会说出刚才那样的话？暖心说的对，确实该离婚了。我不想再过一个一模一样的3年了。你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昨晚的事，我很抱歉。结婚3年，他对我就像一个冰冷的机器人，没有任何情绪波澜。现在白梦涵回来了，我或许应该放手，成全他们。我们是夫妻嘛。昨晚的事你不用抱歉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想清楚就好。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我昨晚表现得不够好？这到底是哪冒出来的声音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会是暗恋他到极致，想让他挽回自己，都出现幻听了吧？没什么，我已经让律师拟定好离婚协议了。好，应该就是我的幻听。你看看吧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你都不看眼内容的吗？没什么好看的。他就这么着急离婚吗？抱歉，这份订糟了。你还有副本吗？真的有副本啊！不要，我不想签字。签字了，老婆就不要我了。如果是幻听，不会这么真实。我不想离婚啊！别再拿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这不是幻听，我真能听到我老公的心声。啊，抱歉，副本忘记带了。没关系，下一次再约时间吧。太好了，不用跟老婆离婚了。不过下次想个什么理由不签字？这的确是周于渊的声音，这真的是他的心声。为什么和他本人的性格这么不一样？老婆为什么盯着我嘴看啊？难道我昨晚亲了不该亲的地方吗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你别放心上。没关系，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他的意思是想和我恢复相敬如宾的关系吗？那你什么时候还有时间？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他这么着急接电话，是因为白梦涵吧？他不想离婚，或许只是不想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。真正的白月光依旧是白梦涵。还好有电话打进来，刚好有借口拖一拖，不然老婆又要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离婚了。他是为了躲避我提离婚，不是因为对方是白梦涵。公司有急事，我需要马上处理一下。我得赶紧离开才行，不然老婆又提离婚了怎么办？你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没离婚？有些关系还没理清楚，我想弄明白再说。如果说我能听到周于渊的心声，他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。苏衍清，你还要不要脸？
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非要占着周太太的位置做什么？暖曦，你话说的太难听了。眼青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你吃个水果。燕青，我们4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一直这么多年好朋友。你也知道暖曦心直口快，说话不好听，她是为你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而且我也听说这周于渊啊，最近在给白梦涵组局，想要给他拉什么资源，可能来不及处理你们的事。哼，他们结婚3年了，周于渊什么时候顾得上他过？又不是现在才冷落他的，可惜某人就是舔着脸又倒贴他。暖曦，胡说什么呢？那周于渊本来就是金圈名媛们的梦中情人，而且我们的眼青也是暗恋他这么多年，一时放不下也是正常的。苏眼青，难道你一直没发现，这么多年，只有徐朗哥是真心为你好的男人吗？哎，你们看，那边是不是周于渊啊？苏眼青，周于渊都带着自己的白月光招摇过市了，你还天天抱着一个根本不爱你的男人不想离婚，真是给我们女人丢脸。眼青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，而且眼青你也知道，我作为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做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阿渊，旁边那桌人你认识？不重要，走吧。走吧，我们的包厢在那边。他都不肯在白梦涵面前承认我的身份，还说我不重要。明明昨晚还缠着我一直要的，一转眼就和别人眉来眼去，玩弄我的感情和身体。他叫徐朗，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。他叫徐朗，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。我跟他解释干什么？他误会我就要解释吗？再说，我跟徐朗哥清清白白，他和白梦涵可是触手入队。太感动了，老婆居然会开口跟我解释。不过这个徐朗确实是碍眼，要是能让他消失就好了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是你的朋友，那也是我的朋友。我是周于渊，眼青的丈夫。你好。就是这只手，刚才碰了老婆的头发，真想砍下来，让她永远不能靠近老婆分毫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没给你介绍过，这3位都是跟我一起长得大的朋友，徐朗、少元，嗨，还有暖曦。老婆为什么不问白梦涵是谁？她对出现在我身边的女人不感兴趣吗？我要不要主动交代啊？哦，这位是白梦涵，是公司新签的艺人，我太太苏眼青。我太太苏眼青。既然是你太太，怎么刚才没见你介绍啊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不是号称情商最高的女明星吗？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？听周于渊的语气，怎么感觉他好像和白梦涵不熟？这不可能啊，他不是周于渊的白月光吗？周总还真是看重公司员工啊，这么晚了都还单独约出来谈工作。
别讲了。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周总就是很看重白小姐啊。哦，这个是因为我刚刚从国外回来，第一次来内地这边发展，对这里的一切都还不太熟悉。阿渊也是看在以前和我的交情，才答应多多照顾我的。苏小姐，您不介意吧？老婆会吃醋吗？我不想让老婆误会，可是好想看她吃醋，怎么办？不介意啊，白小姐都说了，只是工作嘛。她一点都不在意吗？我只是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就极度的发狂。果然，她不爱我，所以才一直想着离婚。包厢里面有导演和制片人，我刚才只是和白小姐一起同行而已，并不是单独相处。阿渊，他们那边都已经等我们很久了，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先过去吧。周总气场好强大，真不愧是金圈大佬，难怪人家都说宁闯阎罗殿不见周瑜渊，杀人不见血的商圈巨鳄，这威严真不是盖的。那是你没听到他的心声。苏远清，你不会这就感动了吧？这明显就是在骗你啊！包厢里还有制片和导演，这种拙劣的借口只有你会相信。我觉得周总应该不屑撒这种谎。只有男人才最了解男人，这种无伤大雅的欺骗，我们是不介意欺骗伴侣的。哈，燕青，我不一样，我永远不会对你撒谎。如果不是刚才周瑜渊误会我和徐朗的关系，我还没发现徐朗是不是对我的感情生活有些过于关注。徐朗哥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好朋友。苏远清，我真是搞不懂你了。一个新婚之夜都能把你抛下的男人，你到底还在留恋他什么？别讲了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还年轻，难道不该及时止损，跟真正爱你的男人在一起不好吗？在听到他的心声之前，我也一直这么认为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将所有误会都问清楚，就算离婚，也要离个清楚明白。他回来了，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和他说清楚。果然不管看几次都觉得好美。周瑜渊要干什么？老婆现在睡着了，就算做得过分一点也不会被发现吧，只是亲一亲碰一碰，只要动作轻一点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老婆。他喜欢我，他不想离婚的原因竟然是喜欢我吗？他说他和徐朗只是朋友，我该相信他吗？可是一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就好想把他锁在身边。如果他再和我提离婚怎么办？那就用链子锁起来好了，用定制的，对，不会太疼，也不会太磨的，把我的手脚都锁在一起，怎么也分不开。
没响，他喝醉了吗？是不是徐朗给他灌了酒？那群狐朋狗友居然敢让他喝醉，他们都该死！我还以为他对我交什么朋友一点都不在意，没想到他内心这么翻江倒海。老婆喝醉了，我这算不算占他便宜啊？可是老婆好可爱，这是他第2次主动吻我，舍不得停下来了。原本是想吓吓他，没想到他好像更兴奋了。言青，言青，你喝醉了？如果不是喝醉了，你绝不会主动吻我吧？言青，你知道现在吻的人是谁吗？周雨渊，周雨渊，老婆叫了我的名字，他现在想的人是我吗？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呢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对他做一些过分的事啊？老婆醒来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不能再继续装醉了，不然真要失控了。周雨渊，你喝醉了，我只是查看你的情况，千万不能让老婆误会，我是那种偷偷占他便宜的人。抱歉，我喝多了。你刚想干嘛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看你喝醉了，害怕你会不舒服，所以看了一下你的情况。你别多想。你刚是不是偷亲我了？你是不是偷亲我了？你喝多了，我不会干这样的事。老婆冤枉我，我是打算偷亲的，还没来得及呢。不过，这是不是说明老婆刚才做梦梦到我亲她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喝多了。我不想限制你的自由，但是太晚了，最好不要在外面喝醉。你那几个朋友一点都不关心你的安全吗？尤其是徐老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他们是我朋友，从小玩到大的那种，跟他们在一起不会不安全的。你自己做好决定就好。什么样的发小啊，每天只知道撺掇你离婚，都是见不得你好，只有老婆爱傻乎乎的把他们当成好朋友。那个离婚的事，老婆又要提离婚的事了，我得赶紧想个借口糊弄过去。你喝了多少？要不要给你做点醒酒汤？要不明早起来一头胃痛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我这样是不是太明显了？哎，不管了，只要不提离婚的事，怎么样都行。你是不是不想离婚？当然不是。完了，我是不是不该这么说？万一老婆误会我，想离婚怎么办呀？我当然不想离婚啊，死都不想离婚。可老婆要是误会我，死缠烂打怎么办？我不想被老婆讨厌啊。要不要解释啊？该不该解释啊？我刚还想说，你要是不想离，其实可以不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婆同意不离婚了？但既然你想离，其实是……我刚刚说了什么呀？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吗？我不想离婚啊！其实离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别离。只是因为这个吗？没有别的理由了？没有别的理由了吗？还有就是会影响公司的股价，如非必要，最好不要离婚。跟股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不想和老婆离婚。哦，那你讨厌我吗？不讨厌。老婆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又岂止是不讨厌？其实我一直以为你是讨厌我，甚至是厌我。不存在的事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
难道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，让老婆误会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对她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因为结婚那天晚上，你丢下我直接走了，所以从那之后开始，我就一直跟你保持距离。保持分寸。你对我也很冷漠，所以我觉得这3年你都很讨厌我。不是这样的。可那天你确实跑了呀。新婚夜居然把你抛下一晚，我早就说过他心里有白月光。或许周于渊没办法欺骗自己，每次跟你接触他都觉得恶心。不过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心里呢压根就没有你。他真有那么讨厌我？我不是为了躲你，我只是要是说出真实的原因，老婆会不会看清我？可我又不想让她误会。周于渊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你想让我带着这种情绪再过一个3年吗？我当时流鼻血了。我并不是讨厌你，我不讨厌你，我怎么可能讨厌老婆呢？我讨厌所有人，讨厌全世界，都不可能讨厌老婆的。我只是不想让老婆看到我流鼻血的样子而已。为什么流鼻血啊？大概上火吧。当然是因为老婆太可爱了，要是动作再慢一点，鼻血都直接滴到老婆身上。我可不想在老婆面前出丑，绝对会被讨厌的。等我清理好自己再回去的时候，老婆已经睡着了。你回来过吗？老婆的睡衣还是我换了，虽然换完之后我又流鼻血了。所以这才是他没有留下来过夜的真实原因。整理自己需要那么久，我当时等了你2个小时，撑不住才睡着的。当时公司临时有事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我怕自己表现不好，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所以就一直在做心理建设。没想到还被老婆误会了。那新婚之夜是事出有因，这3年来你从来没有跟我睡过一个房间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因为会忍不住啊，我无法掌控这样浓烈的感情，无法自控。可是我又不想被老婆讨厌，不想被当成原始动物。如果他知道我脑子里的那些想法，肯定会讨厌我的吧。你去做醒酒汤吧。好。你刚才说的不离婚，我就当真了。他是喜欢我的。你不离婚了？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清楚，除了新婚夜，还有白梦涵。在弄清楚之前，我不想离婚。太好了，你早该和他说清楚了。虽然大家都说白梦涵是他的白月光，
但我看他除了是周于渊公司的艺人之外，好像没什么交集啊。说不定啊是个误会呢。不管是不是误会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先别告诉徐朗。还有哪些？我知道，他们两个太希望你离婚了。我看他们对你婚姻的态度，是不是有点过激了？好像你不离婚就十恶不赦一样。或许这其中还有很多我没搞清楚的事情。你好，我找周于渊。好的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他是我朋友，我带他上去就行。这儿的前台都认识我，如果你想上去找阿渊的话，跟我走就好了。如果你想上去找阿渊的话，跟我走就好了。啊，好的，白小姐。看，是白梦涵，我早就听说她进我们公司了，不过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她。听说她和我们周总是那种关系，她不会就是和我们老板隐婚的那个老婆吧？你这么说，很有可能啊。要不是名正言顺的老婆，怎么能摆出一副正式的样子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们可能有点误会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？不用，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吧。看他和前台说的话，一看就是老板娘的做派啊。喂，老公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昨天才说了不离婚，今天老婆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在前台没有预约，可以让助理下来接我一下吗？好，我马上安排。老婆来公司了，这可是她第一次来公司。等等，不会是来送离婚协议的吧？难道她反悔了？我来看看你，给你送个饭，不会打扰到你吧？当然不会。太好了，老婆真的不离婚了，还给我送饭。我马上安排人把老婆接上来，不能让她久等啊。他和阿渊不是夫妻关系不好吗？难道情报有误？那可是他最好的朋友说的，他们应该不会出错才对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您老公是？我刚刚只顾着看白梦涵了，她旁边这个女的怎么也这么好看？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公司签的新人，网红明星什么的，但听她刚才打电话的样子，她老公应该是公司老板吧？我就在这里，你何必给他打电话呢？况且人家助理也只是打工的，让人家跑上跑下的也不太好。唉，还是老板娘心疼自家员工啊。她应该是什么高管的女朋友，但是这么年轻还老公老公的叫着，真有意思。所以我没有麻烦助理，而是我自己亲自来接的。况且，我也不觉得麻烦。阿渊，我是你老板，请你注意一下称呼的分寸。周总，周总啊，原来白小姐不是周总的太太呀！天啊，我一直以为白梦涵是周总的老婆，但是这么看，周总明显跟她不熟啊。那白梦涵平时总摆出一副周总太太的姿态，大家都误会，她也不解释，太心机了。这很明显，这个才是周总老婆呀。老板娘也太低调了，都被人顶着头衔招摇过市，她居然才出现。而且刚刚白梦涵还在老板娘面前耀武扬威，她是怎么敢的？这还不是真小三，这只是想办小三未遂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少在这里乱嚼舌根。走了。阿渊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只是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
我没有想过要挑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。还有，我是真的把尹清当好朋友，才想着要送他上去的。白小姐，我和你并不熟，我觉得你有必要向我太太解释一下。我不用，既然老公和白小姐不熟，那我跟白小姐也不熟，只是希望下次有这种谣言，白小姐能站出来澄清，不要默认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公司在传这些谣言。我和白梦涵只是上下级关系，没有任何私交。老婆该不会误会了吧？那天我还和白梦涵一起聚餐，虽然是公司其他人一起，但有这些流言蜚语在，老婆肯定会误会的。唉，直接跟他解约好了，赔点违约金让他走人。但是老婆会不会认为我心虚啊？我跟他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甚至都没见过几次。老婆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又想跟我离婚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说她才能相信我？没关系，我不介意啊。她坐在我的椅子上，这画面太美好了，就好像属于我的物品将她整个人包围一样。我居然会嫉妒这张椅子！他脑子里面整天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我以前还以为他是色老大。怎么了？椅子是椅子不舒服吗？可能是设计不太好吧，不太舒服。坐我身上吧，我身上很舒服的。简青，你老婆这是怎么了？不但主动来公司看我，还和我这么亲近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这样你会讨厌还是喜欢？不讨厌，恨不得把你放在我的口袋里，每分每秒都看到。怎么办啊？老婆越是这么亲近，我就越是控制不住那些阴暗的想法。如果她知道我那些可怕的占有欲，会不会离开我？周渊，你不觉得我们结婚3年，对彼此的了解还是有些浅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老婆不了解我，我可是非常了解老婆的。她身上的每一根绒毛，每一颗小痣，甚至是最怕痒的每一个点，我一直觉得你对我不是很感兴趣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结婚前，我有看过你的资料。除了这些之外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结婚？我想要什么样的婚后生活吗？燕青，你可以在这段婚姻里面提任何要求，基于契约精神，我什么都会答应你。那我想要天上的星星呢？我去摘。那我想要天上的星星呢？我去摘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一面啊？如果不是突然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我们离婚吧。或许我们两个最终只会因为误会。你都不看一眼内容吗？没什么好看的。遗憾分开。
其实我一直都以为白梦涵是你的白月光。什么是白月光？就是暗恋了很久，但是从来没有在一起过的人。这就是你做梦梦到的吗？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啊？之前你俩不是一个学校的吗？圈子里面的人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跟我联姻，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眼睛快看，你男神有女朋友了。哎，我也刷到了，这白梦涵出道演唱会，周云现场送花，你看。白梦涵都发朋友圈了，他们两个不会真在一起吧？真的假的？我看看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燕乔，没事啊，你都暗恋他这么多年，他现在有喜欢的人，那咱就是时候该放下了啊。无稽之谈，简直是造谣！无稽之谈，简直是造谣！我都跟他不熟，怎么会喜欢上他呢？到底是谁传出来谣言？是不是你释放了什么信号，让大家传出来的谣言？你对白梦涵真的没有示好过吗？我发誓，绝对没有。他在签公司之前，我甚至都没听过他的名字。想起什么了？留学那会儿，的确有个女的声称是我的女朋友，并以此在圈里面获得了不少好处。后来有人到我这里求证，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。那个人就是白梦涵吧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，不过当我想去制止流言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就因为传你的谣言被开除了？那倒不至于，开除是因为别的原因，不过他已经走了，所以我再没去找过他。你对白梦涵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吗？老婆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除了他，我对别的女人没有半点兴趣。不过，老婆这是吃醋了吗？首先声明啊，我可没吃醋。你怎么好像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呀？你怎么好像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呀？我乱猜的嘛。听见他的心声这种事情，就算我说出来，他也不会相信的吧。事先声明啊，我可没有开放式婚姻的习惯，所以希望你能在这段婚姻里面保持坦诚，好吗？可以的。太好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老婆不会跟那个徐朗在一起了？哼，他是老婆的初恋又怎么样？我才是老婆唯一的丈夫，他只是过去式，我才是老婆的现在和未来。徐朗什么时候是我的初恋了？我要不要跟他解释？可是这只是他的心声，我忽然解释和徐朗的关系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周总，下午会议所有相关人员都到齐了。下午的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吗？不是您不是说……不要因为我影响工作哦。那会议不用取消，工作继续推进。是，周总。燕青，要不会议你陪我一块出席？好想把老婆介绍给所有人知道，他会同意吗？他会不会不想公开啊？他应该不会同意的吧，毕竟他从来不把我……好啊，我们公开吧。好啊，我们公开吧。真的吗？我们都结婚3年了，公开确实可以避免掉一些像白梦涵这样没必要的麻烦。所以，老婆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要公开的吗？
我还以为他想让我融入他的世界呢。改天有时间，请我朋友吃个饭吧。什么？你是我老公，请我朋友吃个饭，不介意吧？没问题。老婆要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也是有点喜欢我的呢？完了，我好想亲他，怎么办？我上个洗手间可以吗？哦，去吧。好不容易和老婆的感情有些进展，千万不能让她看到我这一面啊！必须要在老婆面前展示最成熟、冷静的我。其实Kiss me, let my arms around your body, darling, because you're 我挺喜欢你的，周岩。Kiss me, hold my hand. I see the look in your eyes. Love me, only thing that I need is your love. 成熟冷静。还有没有什么疑问？周总，我不是很满意公司给我的工作安排，我希望可以多一些电影方面的资源。不满意的话，可以解约。他真的要和白梦涵解约？周总，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。我让公关部门已经调查过，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谣言。至于那些谣言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影视公司只是我众多旗下公司的一个，我不想看到艺人和我的绯闻抢走并不属于他的资源。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，就应该做好被出局的准备。周总，如果是因为早上前台的事情，我跟您道歉，那确实不是我的本意。周于安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认真？他以前不是从来不管这些闲言碎语吗？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让周于安给我解除合约的。不管是不是你的本意，你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声誉。公司稍后会发布和你的解约声明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完了，我的职业生涯完了。要是老婆能在这个时候挽着我的胳膊离开就好了。虽说她说要公开，但刚才进来的时候都和我避嫌，一前一后走的，老婆该不会后悔了吧？难道她不想公开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周于安这么喜欢多想？老公，回家吧。我们回家。徐老，你不是跟我说苏燕青已经在和周渊离婚了吗？你竟然敢骗我！知不知道我都付出了什么？怎么了？白梦涵失败了，周渊没有被他勾引，还被他解约了，而且还公开了演星的身份。他们解约了，而且还公开了演星的身份。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他们如果不离婚的话，我真的会崩溃的。没关系，他们的感情本来就很脆弱，就算没有白梦涵，也会有别的事情会拆散他们。你还信？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爱你，就像你爱他一样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
我洗好了。啊，那我先回书房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还要走？我以为我们的关系会有改变，可没想到他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只知道躲着我。那我先回书房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还要走？老婆叫住我了，她会让我一起睡吗？好像晚上能一直抱着她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既然心里这么想，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？我不能一辈子靠着他的心声和他交流，我要他亲口表达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已经签好了，你看一眼。你不是说不离婚了吗？怎么现在又……为什么突然变卦？我不是已经把白梦涵处理了吗？我们之间应该没有误会才对啊！难道是徐亮联系了他？我就知道是他。老婆不要我了，肯定是他的原因，我要杀了他。我是说过不离婚，但我想了一下，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就算不离，只会重蹈覆辙。如果有一天我听不到你的心声，我不可能一辈子靠着猜测你的心思过活，那样迟早会有新的矛盾和误会。我要你明明白白说出口。你想好了我就同意。不，我不同意，绝不可能让老婆走的，我死也不能。我要把她关起来，让她永远待在我的身边。不行啊，那样她会讨厌我的，我舍不得那样对待她。那让她捆住我呢？我愿意被她捆绑，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她的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但她愿意吗？既然同意了，那就签字吧，1个月之后去领证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你呢？想好了吗？你呢？想好了吗？我真的不想离婚啊！是不是我昨天晚上偷偷溜进来亲老婆被他发现了？难道他觉得我很变态？我都还没和老婆说过喜欢。你真的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2个人不能只靠互相喜欢在一起。如果他依旧什么话都憋在心里，或许离婚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。既然没什么想说，那就签字吧。我会尽快搬走。我们已经浪费了3年，我不想再浪费下一个3年了。我不想离婚，我不想离婚。我不想和你离婚，但是当初已经说好了，只要老婆提出来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我都必须同意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？周先生，毕竟是商业联姻，有些东西得约定清楚。啊，这是合同，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。
任何一方提出离婚，无论什么原因，另一方都要无条件同意。因为是商业联谊，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可以提前告诉我，我会无条件退出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一直不敢挽留，是因为他当时误会了我的心思。我不想和你离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说过，只要你说不离，就不离。你故意的？不这样的话，怎么让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啊？那我今天晚上可以跟你一起睡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从书房搬回来，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。要是老婆能主动对我做什么就好了。当然可以了，我们是夫妻嘛，本来就应该睡在一起的。还有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太失控了。明明他都说了不要，我还是没能停下。老婆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她呀？可是一面对她，我就忍不住失控。没关系啊，我喜欢你这样。你喜欢就好，以后我可以每天都让你这么开心。也不用每天了。你好像很紧张。这是你第一次介绍我跟你的朋友认识，尤其是那个徐朗，我今早5点半就起来选衣服了，应该不会被他比下去了吧？也不知道老婆更喜欢什么风格，万一他也打扮得花里胡哨，勾引老婆怎么办？可不知道老婆到底是什么品味啊。我对我选老公的眼光很有自信，你很好，所以不用紧张。我怎么觉得老婆最近好像特别能看透我的心思啊？我们进去吧。好。哎，终于来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就等你们俩点菜了。周总，你一声不响就把我们家眼睛给娶了，今天啊可必须大出血，请我们大吃一餐才行哦。我的荣幸。眼青，坐这儿。徐朗哥特意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柚子，亲手给你包的，你快尝尝。吃吧。周总，我们都是很多年的发小了，徐朗哥照顾眼青都习惯了，他每次都坐在眼青身边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当然介意，老婆必须坐在我身边，可我不能表现得太小气，这样我会给老婆丢人的。快气炸了，但还是要保持风度和微笑。
我跟我老公坐一起就行了。苏衍清，不带你这样的，你这是重色轻友。徐朗哥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能有了老公就忘了他。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徐朗有什么似的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坐那儿不就行了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坐那儿不就行了？苏衍清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徐朗哥对你跟对我们能一样吗？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关系最好？你这样不是伤他的心吗？你今天吃错药了。我跟徐朗只是朋友。你扯东扯西的，到底想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咱们都是朋友，咱们看到衍清和周总关系这么好，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，是吧？徐朗哥，你照顾我行了吧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！当然不会。起开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再怎么着也是我坐在这儿。啊，真霸道！哼。坐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怎么了，之前不这样的。没关系。徐朗在嫉妒我和我老婆，哼，我是不会让他如意的。既然分手了，就不要对我老婆念念不忘。你再敢看我老婆一眼，我就找个机会把你弄瞎。找个机会把你弄瞎。我们真的只是朋友，所以不要再想那些不合法的事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知道？我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相信？我说真的，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没有半点愉悦的心思。虽然我跟徐朗关系好，但是毕竟男女有别，我们从来没有单独约过。我明白，我没有怀疑你，老婆肯定不喜欢他，但徐朗一定还喜欢老婆。心机绿茶，一世男鬼，一看就知道想缠着老婆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揭穿他的真面目？我们真的只是朋友，你别乱想了。说起来，我跟少元关系更好。你要是吃醋了，可以大方告诉我，没关系的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吃醋会显得我很没有风度，不想在老婆面前表现得这么小气。可是我会吃你跟别的女人的醋，这样不会显得我很小气吗？当然不会。老婆会吃醋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老婆这么说，是不是就算我吃醋，她也不会讨厌我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跟她见面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跟她单独见面。我们本来就没有单独见过，都是大家一块儿。他们什么时候感情变得这么好了？前几天不是还闹着离婚吗？周总，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吧？听说白梦涵到处哭诉你抛弃了她，会不会对你公司有影响？你之前对她那么好，所有的资源都给她，现在你把她甩了，她会不会对你怀恨在心啊？许先生也喜欢听这些空穴来风的谣言吗？如果你要是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传谣言的话，或许会比现在更有人气。你讽刺我？真诚的建议而已。显清，周总是不是讨厌我呀？还是他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给他道个歉。那你道歉吧，确实是你的错。
你真让我给他道歉啊？这不是你自己提的吗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，确实不应该在别人背后造谣传谣。跟我道歉吧，我会原谅你的。老婆居然站在我这边，太感动了，想插足我们之间的感情，门儿都没有。周总，抱歉，我说了没有证实的谣言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白梦涵的事情的确是我处理的不够得当，不过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一点我已经让公司澄清了，不会让大众误解我和眼青的。也希望你们作为眼青的朋友可以随时监督我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你以后对我们家眼青不好，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好。尝尝这个里脊肉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烫到？水是温的，就是衣服湿了。对不起啊，眼青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让少元陪你去换个衣服吧？我去一下。周总，他们去女更衣室，你就不方便了吧？我去个卫生间。周总，我不是去找眼青的，你这也跟得太近了吧？你的想法我一览无遗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，毕竟你是眼青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周总，好羡慕你对眼青的感情啊！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？徐朗哥虽然和眼青青梅竹马，眼青也特别看重徐朗哥，但他们就只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，和你无关。你没有干妹妹，是不会理解这种红颜知己的滋味的。不如我来当你的干妹妹，你就能理解这是什么样的感情了。不是男女之爱，却远在爱情之上。周总，平时应该很多女人对你示好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眼青的。周雨渊，都是男人，我就不相信你每一次都能把持得住。只要你有一次失误，我一定会让眼青离开你。两个蠢人，妄想愚弄我吗？你发现了？徐朗到底给你什么好处，让你不遗余力的拆散我和眼青？周总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太没自信了？连白梦涵这样的大明星都能对你念念不忘，我怎么就不能对你单纯倾倒呢？哼，看来徐朗也是图穷匕现，想不到其他的办法，只能用这种蠢方法来离间我和眼青。周总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放心，我只求一时温存，绝对不会破坏你和眼青的。啊，周总，我是眼青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周雨渊，你对暖心做了什么？周雨渊，你对暖心做了什么？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眼青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这个女人勾引我未果，居然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怎么办啊？老婆会相信我吗？不行，
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暖曦，你自己说。我原本想和周总聊聊天，毕竟是我好朋友的老公，没想到他忽然对我动手动脚，还说不会告诉言情，只要我答应了他，就有享不尽的好处。暖曦，你有没有可能是误会了？就算周于言真的是那样的人，也没必要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吧？没事儿，这有监控，查一下就知道。言情，我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，你去查监控就知道周于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监控刚好坏了。言情，我们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去诬陷他呢？言情，这件事还挺严肃的，要不咱们直接报警吧？你没长脑子吗？要是报警了，暖曦名誉怎么办啊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什么都没做，老婆真的会误会我吗？好伤心啊！难道在她心里面，我就是这么个品格卑劣的人吗？我只会对你把持不住，其他的女人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报警吧，对两个人都挺公平。燕青，既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那就让周于渊给暖曦进行补偿，怎么样？我不要看到我的好朋友和这种衣冠禽兽在一起，我要他和言情离婚。你休想！你休想！谁说没有监控的？花瓶里面的监控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应该录了下来。我根据监控代码信息，已经查到与之连接的手机了。我让技术部那边人已经查到了手机 IP 地址就在这个包厢。燕青，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关闭了我的位置共享，怎么可能查得到我的 IP？ 暖曦，怎么会是你？暖曦，怎么会是你？拿我当朋友的话，密码输进去。监控就是你放的。暖曦，周总是言情的老公，也算我们半个朋友，你怎么能勾引他？这就算了，你还诬陷他。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看言情在婚姻里面不幸福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，想让他早点解脱。暖曦，就算你是想帮言青，你也不能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啊！我一直拿你当朋友，你拿我当傻子。我就是看不惯你为了周于渊，把徐朗哥晾在一边。难道我们的友谊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吗？我不想再听你小便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朋友别做了吧。这样正好，我早就不想跟你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做朋友了。真不知道一个二个都看上你什么了。哼！燕青，我不知道暖曦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但是你相信我，你和周于渊在一起，我会祝福。你知道的，我这辈子的心愿就是你能幸福。
你还好吗？我想回家。好，我带你回家。燕青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还在想吴暖希的事啊？这并不是你的错，都是徐朗的错，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我该怎么告诉老婆啊？那个徐朗之后一定会有别的动作。如果是以前，我绝对不会相信徐朗哥会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可，或许我应该去问问圆圆。暖希，谢谢你帮我扛下了一切。如果让眼青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徐朗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你对眼青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他不爱你，那是他的损失。暖希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让他明白，他内心到底最在乎谁。你明明知道我从来都不会拒绝你，却还总是对我提这么过分的要求。那些，只要你让他明白他内心的想法，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以后不会让你再这么做了，好不好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最近有关注过暖希和徐朗他们吗？你是想问暖希的情况吧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怪怪的。以前一直以为是我想多了，但结合最近的情况看，他们肯定偷偷的在密谋什么。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太忽略他们了？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暖希要去勾引周玉渊，他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一直是有被排挤的感觉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喜欢周于渊，但是他肯定是想要你们两个离婚的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甚至觉得他们想让我离婚的念头都超过了想要我好。嗨，你说暖希有没有可能喜欢你啊？你的想法能再跳脱一点吗？喂，不好了，徐老哥和你家周总出事了。这电梯怎么故障呢？快来人啊！快救人啊！来人啊！快来救人！怎么办？周于渊和徐朗哥被困在里面了。怎么回事？报警了吗？我被吓忘了，我给少元打电话，他说你们就在附近，我就忘了打电话。周于渊要告我诽谤，徐朗哥看不下去，说要替我找个说法，结果他们一人进了一台电梯，现在起火了，起故障了，怎么办啊？叶青，别管我，我不想让你受伤。周于渊在这台，徐朗哥在那台。周于渊，你在里面吗？周于渊，叶青，燕青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这样会受伤的。再等下去，他们都会窒息的。我一定要救他，我不会让他一个人的。叶青，他们两个人的位置说，我知道在你心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燕青，我错怪你了，你果然还是更看重徐朗哥。
周云渊，你在里面吗？这里不安全，我们离开这儿等待救援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眼青，我们等救援吧。叶青，他不在里边，他可能已经走了。我们等待救援，这不安全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眼青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万一电梯坠落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不想你以身犯险。周云渊真的不在里面吗？他还是救了徐朗吗？果然，他最在乎的人还是徐朗。走开！我要救他！叶青，你放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叶青，他不在里边，我们放弃吧。好大的眼窝，压根说不出来话来了。周云，我在这儿，没事。什么味道？像着火了，像有毒气体。救援队马上就到了，谁想害的，一查就知道。醒醒，周云渊。周云渊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我醒了，可我不想面对老婆，但她那么着急，我也不想让她心疼。他既然醒了，为什么不睁眼看我？她现在应该明白自己的心意了吧？生命关头，她选择了徐朗，我是不是该退出了？不行，只要他不提离婚，我永远不可能放手。可如果老婆在我身边过得很痛苦呢？如果只有徐朗才能让她开心呢？这都什么跟什么，什么乱七八糟！你是不是傻？我跟徐朗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你说了无数遍了，我跟他没有在一起过。至于刚才那个情况，危急关头我第一个想要救的人当然是你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救你差点被呛死？你才是我最最最重要的人，还有人能跟你比？老婆，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还是只想让我醒来，故意说一些好听的话？当时我明明很清楚的听到他选择了先救徐朗啊。我选择先救徐朗，是因为被吴暖希误导了。我第一个想救的人当然是你了，从始至终只有你，唯一的你，明白吗？从始至终只有你，唯一的你，明白吗？你是不是笨蛋啊？你是我老公，不救你救谁啊？你从来都不相信我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老婆为什么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心有灵犀？当然是你的错。很多时候你把事放在心里面不说出来，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误会。如果不是能突然听到他的心声，说不定我们两个早就离婚了。因为互相喜欢却遗憾错过，那么多小说电视剧
里面就是因为男女主不长嘴，所以他们才错过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差点都是我的错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我心里在想什么，我都会告诉你，好吗？苏衍清，这几天徐朗哥也住在医院，都不见你去见他一下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没事，只要眼星幸福，我没事的。演够了吗？浅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出事那天，根本就不是火灾导致电梯失控，是人为的吧？苏衍清，你想绝交就直说，不能为了周于渊什么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泼。出事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派人去调查。烟雾就是个幌子，当时根本就没有起多大火，是你提前在电梯里面动了手脚，在封闭空间放碳，导致周渊无法呼吸，差点害死他。叶青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衍清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还不承认？没关系，警方和法官会让你认罪的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难道忍心看我被抓起来吗？是，这么多年朋友，可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先是勾引周越，现在又想害死他，胡暖心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是，我就是嫉妒你，我嫉妒你过得这么好，我嫉妒你能和喜欢的人双向奔赴，我就是看不得你过得这么开心，就是要毁掉你的一切。吴暖心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不配做衍星的朋友。帮我顶罪，我想办法救你出来，出来以后我们就在一起。青青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是我故意设计的这场火灾，就是为了拆散你们。你们想怎么处置我都随便。不止这些吧？还有呢？是，从一开始就是我一直在挑拨你和周于渊的关系，包括白梦涵的谣言，也是我暗中散播的。是我找到白梦涵，让他帮我坐实这个谣言，这样他也能得到好处，我也能挑拨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包括你们婚后大大小小的误会，都是我暗中挑拨的。你满意了吗？我你的心，从今天起，我和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的事我会交给律师去处理，剩下的我不会再管。衍青，抱歉啊，我没有及时发现他的阴谋。不过，我和少元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是吧？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和于渊单独待一会儿。我们出去。衍青，没事。老婆这么伤心，我要不要和她说徐朗的问题呢？要是她知道徐朗也是个心怀鬼胎的人，应该会很难过吧。徐朗哥，我已经收到法院的传票了，怎么办？造谣传谣都是小事，可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很大的罪名，我有可能会进去啊。南希，我想再试一次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都要进去了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啊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在法庭上替我顶罪，我到时候会找人把你捞出来的。无论我跟衍星关系如何，
最后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啊！你没骗我吧？我对他只有执念，你的情谊才是真真实实打动我。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你。好，徐朗哥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什么都帮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吗？徐朗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你，如果你还愿意相信他的话，下半辈子都烂在牢里吧。你来了。喝吧。朋友一场，我来见你最后一面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结果要徐朗哥传话，你才肯见我最后一面。你又不是死了，只是为你犯下的错赎罪而已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这次找你来是想和你道歉。眼睛，你对我一直很好，但我总想着背后害你。不管你原不原谅，我是真心想和你道歉。你的道歉我接受，但我不原谅。好好赎罪吧。徐朗哥，我只能帮你这最后一次了，剩下的你自己来吧。燕青，我终于能得到你了。你在酒里下了什么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用这种肮脏的手段。我爱你，我爱了你好多年，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每次看到你暗恋周一月，我的心都好痛。我只能跟暖心合作，拆散你。明明分开了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为什么？所以你才是主谋，那些只是棋子，点滴是我也是你看的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你是我的，这些药足够了。足够让你陪我一晚了，你不爱我没关系，我夙愿医疗。混蛋！燕青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但是我知道你会来。你们早有安排是不是？徐朗哥，一开始你就没想过要救我，你只是想让我替你背锅，对吗？背叛我，我杀了你！你不配说背叛2个字。徐朗，就算是下地狱，我也要和你相互折磨。你现在相信我和徐朗什么都没有了吧？相信。其实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暗恋你了，我想你证明的。
什么？你猜？不用猜，我也知道。知道我暗恋你一定很得意吧？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对你的心疼。不用解释，我能听到你的心声。嗯？周瑜，我好像听不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我们彼此没有秘密了，那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害怕。你说吧。其实，在离婚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能听到你的内心活动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所以才没离婚。你能听到我的内心想法，包括我所有的想法吗？可是我现在又听不到了。看来上天啊，不愿意让我们错过这段感情，所以能让你知道我所有的心声。那为什么现在又听不到了？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之间互相信任，没有任何的猜忌，所以你不需要听到我任何心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心声。